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哦。在9月初，林郑月娥宣布要撤回逃犯条例之后呢，反送中的抗争事件呢，不但没有结束，冲突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接续上一集七夕追妻令的内容，来更新一下香港反送中事件的进展。时间来到了9月17日，美国国会在这天呢，就香港问题举行了听证会，黄之锋、何韵诗等5人呢，都受邀出席，并为香港目前的情势作证。他们介绍了反送中抗议运动的情况，以及抗议者面临的打压和困境。以此促请美国国会通过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》，希望借由美国的力量对中国施压，让香港得以保有高度的自治权。而9月25日呢，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呢，也通过了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》。那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表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年之后呢，中国当局仍试图用暴力还有恐吓的手段破坏基本的自由。那对于中共和那些试图破坏香港的自由与自治的人呢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不会袖手旁观。但这个法案接下来还是要通过参众议院的大会，并经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过后呢，才会正式生效。那隔天9月26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形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法案是罔顾事实、颠倒是非，公然为香港激进势力及暴力分子助长声势，并表示美国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，严重损害中方的利益。如果通过法案的话呢，中国将一定会进行有力的回击。那时间再来到了9月28日，那为了纪念雨伞运动5周年民政发起了反抗威权迎接黎明的集会，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，但香港警方却还是部署了3000的警力，并出动了水炮车、装甲车到中联办政府的总部戒备。那晚间8点左右呢，抗争者与警方也再度的发生了冲突。隔天9月29日呢，至少有24个国家的65个城市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，像是台湾就在台北、台南、高雄都有发起游行，其中台北的9月9台港大游行呢，参加人数也高达了10万人。而香港艺人何韵诗呢，也来到了台北参加游行，但他在接受媒体受访的期间呢，突然遭到了一个蒙面的男子泼红漆，那嫌犯当场被逮捕。那警方调查后呢，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组织犯案，目前呢，共计有11人到案，然后均为统派组织的成员。而时间再来到了10月1号，这天是中国的70周年国庆。民政原本向警方申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游行被拒绝，因此发起人呢决定以个人名义呢号召市民上街，但提醒参加的市民会有被逮捕的风险。另外呢，网络上面也有人发起了11国殇6区开花的集会，那这项行动几乎都在中午过后之后转成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抗争。那对抗的现场数量强度以及时间都创下了反送中运动以来的纪录。那下午更有一名17岁的中学生遭警察近距离的实弹射击，成为反送中事件以来第1名遭警察实弹击伤的示威者。那《纽约时报》也针对这一事件慢动作的分析不同角度的现场影像，来还原完整的事实。那首先枪击前呢，有一群抗争者手持棍棒武器追打一名落单警察，那警察在奔跑中跌倒。而之后呢，有另外一名警察拔枪冲过来，那在这一名17岁的抗争者呢，对他挥舞棍棒时近距离开枪，但开枪前呢，看似并未先警告。那开枪后呢，警方也并未在第一时间检视重伤者的伤势，而是压制前来查看伤者的抗争者。而与抗争者对峙的远景中呢，有2人手持长枪，另外1人持胡椒喷雾，而其中开枪的这个远景呢，身上也配有长枪。那后来这名17岁的抗争者后来被紧急的送医，那因为受伤的位置离心脏很近，情况一度相当的危急，但目前已经没有生命的危险。那隔天凌晨呢，警务处的处长卢伟聪呢，他在记者会中回应开枪的事件，他说周二一整天在油麻地以及荃湾共3个地点都有大批的暴徒袭击警员，那分别以长棍尖头硬物、汽油弹殴打以及丢掷这个警员呢，有警员呢也是头破血流，并指出了在这3起事件中呢，警员都曾先警告但无效，警员是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无奈之下才使用配枪来制止暴力的袭击。警方认为这个做法是合法而且合理的，但仍有许多的民众质疑警方为何选择射击离心脏这么近的地方，以及为何不使用其他攻击力较低的方法来制止。而当天中午呢，有超过1000名的香港市民在中上环快闪游行，抗议警方开枪镇压示威者。大部分参加者呢身穿黑色衣服，期间高喊的口号以及唱歌。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学者对香港目前局势的看法。在10月1日港警开枪之后呢，吴建民教授指出，这可能会让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诉求更加提高，并认为就算香港政府现在同意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，也可能无法平息这场运动了。香港的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呢，也对
这个冲突不断升级提出他的看法。他说，从6月以来呢，香港政府并不重视170万人、200万人上街的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运动，反而还在运动中逐步加强警方镇压的力度。这让许多的抗争者觉得合理非的运动没有办法造成改变，所以决定走向勇武，也就是暴力抗争。而在这几个月内呢，抗争者目睹了有人因为运动而自杀，也有许多人被打、被抓，甚至有人终身的视力受损。那在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之后呢，政府才终于回应了5大诉求中的第一项撤回逃犯条例。但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戴耀廷教授说，这对抗争者来说太迟了，也太少了。那根据学者们的见解来看，反送中的运动的冲突呢，还可能会再升级，因此7·7追缉令还会再继续追踪下去。那如果你想要锁定这系列的节目，请订阅我们并按下小铃铛，也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么今天的7·7追缉令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